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是2025年8月23日的早上，由我来给你带来过去一整天发生的最热的大马新闻，让我来为你精心挑选，涵盖方方面面。今天会给您带来9条新闻，有非常劲爆的，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分析。速速来看第一条新闻啊，它告诉我们的是马来西亚医疗周在金边举行，对，就是在柬埔寨举行。因为你知道吗，在大马医疗游客的收入增长是比较快的，达到复合的年21%，而柬埔寨的游客增长很高啊，差不多有15%。2024年医疗游客不是一个地区，是所有到大马的医疗游客占到160万，收入27.2亿令吉。我帮大家算过了，每年来大马旅游的收入像到今年差不多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还要高，是102.7亿令吉，2019年是90多令吉。你会发现今年的将近2000万的游客当中，我们一比较就会发现医疗游客占了10%，但是呢，它带来的收入差不多要有20-30%，那显然他们花的钱会更多一点。让我特别注意的是医疗，我知道大马的医疗水平很好，服务也很好，所以这倒真的是一个特色我们的旅游是远远还没有达标目标是要3000亿游客呢，恐怕都去了泰国了。这个呢，说起来也有一些的可惜，那再接再厉吧。再来，我们看第二条新闻，这个中间的主人翁呢是马来西亚的环境部我印象当中，对，这一位部长叫法迪拉，他呢告诉大家，像大马的河流污染情况，有27条主要河流受到污染，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它只占到监测河流的4%大马的监测的河流有672条，其中475条都达到了清洁的标准，170条呢是中度的污染那还好。这个27条主要污染的原因呢，像食品加工、工业废水它这个原因占到40%，农业活动，比方说养猪场、棕榈油而造成的污染也会占到一些因素。另外，城市污水和非法倾倒也是主因，这都是有一些调查研究来证明的。让大家知道这个河流污染它的严重性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就会知道。那和中国来对比因为大家知道过去中国在快速的工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在2000年前污染达到高峰。我在上海的时候不是做了一个苏州河的直播嘛，大家会看到水很清，周边的环境都很好，大家在休憩，在跑步，建筑也很美。但是我们小时候都是黑黑的水这个鱼都是死掉的，没有人敢到这个河的附近，因为它也很臭。2000年前，中国的污染达到高峰，70%的河流是受到污染影响的。目前局部还在改善氮污染的情况就是氮气的这个氮。马来西亚的污染呢是比较轻的，河流清洁这个占比也很高，但是呢，中度污染的比例还是比较突出，25%。我们不要让它变成重度污染，把它拉回来，拉回到清洁就很好不然河流污染是很麻烦的问题。以我讲的苏州河，我们小时候是经过长期的，到现在还没有完，还有很多的项目在进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投入很高的。2015年，中国治理河流的污染就用了600亿美元，主要当时是用在松花江这个河流上面。再来第3条新闻带给大家的是就在昨天，马来西亚的国家网络安全委员会第2次会议讨论政策，主要是讲马来西亚加强网络安全，要去应对 AI 和云计算的风险，包括量子加密开发和国际合作。
这个呢，我想大家会看到，首相安华也参与了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呢。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去推进 My Digital ID 啊这个的实施。它呢是源于一个数字经济蓝图2025，要推动大马的数字化转型，也就是我们在科技领域经常听到的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呢，立意是很好的，但是网民很快就会想到，那会不会受到个人隐私有一些影响，对吧？还记得我们前2天分享的新闻 ，Home Minister，他在国会2读3读的就是一个 National Registration Bill Amendment 2025，这个国家注册法说他们有权去收集生物啊，各种各样更多的个人私隐的这些信息那这两者有没有联系？还有推动更多的一些像 MyGov 啊、MyJPJ 之间推动的一些项目有没有一些联系还不得而知但是我想这2条新闻听上去是有联系的。补充信息作为外国人呢，我当然可以更客观，也可以说更加小白的来了解大马。我去了解 My Digital ID 呢，是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的一项国家数字身份管理平台，旨在提供单一登录系统，简化在线服务访问，保护用户免受网络欺诈。OK， 原来也是用来免受网络欺诈，这我没有想到。但我想它确实可以很强的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效率。我从中国过来有些我经历过。不过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也不能说大家想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监督的。这个计划2023年11月起逐步推广的，初期呢就是整合了 MyJPJ， 那大家去办这个驾照这个是哪怕是要登记拿号，大家都已经体会过这个服务了。2024年扩展至 MySejahtera、MyGov 还有这些平台已经有60万人的注册。今年的计划更加强覆盖，要强化安全功能。这一个数字经济蓝图2025驱动呢，也要提升在线交易的安全。当初是说不存储生物数据的，不过前2天的这个 National Bill 好像是有一些矛盾容易被忽略和误解呢，是这个项目不会取代 MyCard 它只是在线身份的验证。这2者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来一条娱乐新闻，大家放松一下，好吧？马来西亚呢，最近我看杨巧双体育部长宣布他不会让马来西亚重新回到 F1 之中F1 的建设呢是从1999年起就在雪邦举办了，当时也是投入了当时的2-3亿令吉应该说也是很高的一个费用来建设，主要由政府兜底，它每年呢也需要3亿马币作为运营，而运营方呢应该是 Petronas， 但它初期出的资金好像是比较少的。我比较了一下，像其他国家阿联酋新加坡都有私人和政府公司一起来办，一起来运营，好像还比较多。每年的收入呢，在像新加坡是1.5亿新币UAE 呢就会多一点了，阿布达比应该是在这里举办嘛，它每年大概有5到8亿美金的收入就很高，就是看有多少人会到这一站这一个赛道。2017年呢是雪邦最后举办 F1 赛事，许多赛车迷是很希望马来西亚可以再次举办的不要输给泰国不要让他再跑到其他地方去，但这个运营成本确实很高的，目前是确认他不会回归。马来西亚2018年退出所以 F1 就退出了。其实上海以前也有 F1 的这个赛道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下来一条新闻呢，算是经济新闻。Johor 呢，2025年上半年获批的投资有560亿令吉，我算一下，差不多25%大马的投资案都发生在Johor。那Johor当然是受到很好的它本身就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也本来就是投资的热点再加上我都知道很多人会去看，那诸多原因吧，它高于2024年同期的130亿令吉，投资额大幅增长。
投资者对此信心啊也是大增，尤其是所谓的 JSSEZ 啊，就是柔新经济特区，吸引高价值的投资。不知道生活在柔佛的朋友，物价好像是感到上涨了是吧？房价有没有感受到上涨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我们永远啊也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大家跟我们来反馈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第6条啊信息，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信息啊！皇家空军 F1-18D 黄蜂，也就是大黄蜂战斗机啊，坠毁就发生在昨天，而且最近好像怎么讲啊，非常。应该说是不应该啊，因为一方面国庆马上就要到了，第二方面呢，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注意到了，国家最高元首啊，还有首相都在呼吁加强空军和军事装备的安全啊。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具体来分析。PM 安华呢已经下令调查，当时呢是有2名飞行员，这个飞机刚刚飞出就发生了问题爆炸，飞行员呢弹射。目前啊，他们应该还没有生命危险，这个是万幸的。8月21日晚间飞机起飞的时候呢，就爆炸了。8月22日的早上，飞行员出院啊，安华要求调查，并且呈内阁来报告。这个飞机呢，是1997年开始服役的，已经多次的维护升级。类似的事故包括2023年轮胎爆炸和2019年涡轮故障。装备老化是否是一个问题啊？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啊。1993年的时候，马来西亚订购了8架这个飞机，它呢是到1997年第一次交付的，它应该是。迈凯伦公司吧，麦道公司吧，如果没有记错哈。那这个飞机啊，大家会看到它的年份也已经很长了，也有服役快要30年了，28年了，是不是？它的设计寿命呢是6000飞行小时。目前这个飞机多少飞行小时还不知道，它主要是用于夜间攻击和训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虽然多次升级啊，但是大家刚才也听到它也有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件，那这个事情有待观察啊。不过我要补充的是，我刚不是说就发生在之前一个什么事情呢？国家元首之前他就出来喊话，呼吁 MAF 啊，要停止采购2手的美国黑鹰战斗机，因为他说那已经有30年了，不要忘了之前的事故。他说你们不要再去买这些，形成叫什么 Flying Coffins。我一开始没有看懂那条新闻 ，Flying Coffins 和这个 MAF 采购是什么关系？后来我明白，原来啊，国家元首把它打比方说，那就变成一个叫空中棺材啊，飞行的棺材。哎呀，你看真是一语成谶，谁知道这个事情说话完没几天，1周之内啊，居然真的有安全事故啊！这个国家元首的话真的是要听。我其实注意到那个新闻之后，首相安华也出来在视察的时候说过一些装备的问题，说我们已经投入多少了，一些应该是舰船吧哈，那些这个。那船员跟他讲，这个是1970几年服役的，已经有50年了，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只有旧的啊。安华也挺生气的，要求他们调查和改进。那我想这个事情应该会进一步引起重视啊。当然，我们也希望人的生命啊更加安全，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下来呢，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个大马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呢，是一条经济新闻。2025年上半年，大马的投资获批呢1903亿令吉，这可以和刚才9号占了大马25%到30%的，它有560亿令吉。结合起来看啊，那么这么多投资呢，涉及3011个项目，创造了8.9万的就业，其中 FDI 也就是外资呢1068亿令吉，占了56.1%。我也查了一下，和大家报告啊，这个水平 DI 和 FDI 呢也是突破了啊疫情2019年之前，因为大家知道，并不是说现在比之前高了18.7个百分点，就说连年增长，其实之前是有下跌的，所以我们把数据拉长连起来看啊，在这么多的投资案中呢，服务业增长25.6%，制造业增
增长13.8%，可以显示复苏还是比较强劲的。来，我告诉大家，在这些投资的国家之中啊，新加坡是第1名，有没有猜到哦？新加坡投资了443亿，中国获批234亿，占FI 也就是说外国投资的21.7%，美国有104亿。我们来看看前几大的投资案大概是哪些公司，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当地的一些机会啊和这些工业的机会是吧？第一个最大的是叫Banda Master Technology， 它是大马国内的一个投资，是一个先进的自动化项目，投资案180亿令吉，聚焦半导体自动化设备熟悉半导体。第二呢是 QL Foods， 是一个农业食品项目，制造业120亿令吉。第三应该是个台湾的封测厂Chip Bond 华邦吧，是吧？一个晶圆级的芯片封装项目100亿令吉。第四个 Altera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叫它呢 Altera 是做 FPGA 的，其实它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就巨额资金被 Intel 收购了。那 Intel 呢本身运营不是很好，前2天把它卖掉赚了一点点钱不是特别成功，把它卖出去之后呢独立 IPO， 所以 Altera 呢这个制造业了现在算是100亿令吉，因为它投的是涉及到 FPGA 的生产。第四个呢是中国的一个锂电池的项目，是叫湖南的一家锂电池阴极材料的项目，然后再来 Oracle 数据中心，高科技蛮多的第七个 DHL 是在吉隆坡的网关物流项目大概是这么，我们看上了7条，好吧。好，第8条新闻 1MDB， 这也蛮大的事情之前搞了很久大马再把这些钱想要追回来，摩根大通JP Morgan 同意支付330个 million 3.3亿美元，相当于是14亿令吉来和解 1MDB 的所有赔偿，结束历史事件。那这个 1MDB 的丑闻阶段性的，从2015年开始可以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目前只能这样说。报告来自于 Seeking Alpha。最后一条我觉得和大马的制造也很相关应该说上半年这个预告的好的消息还是有大家关注大家欢庆比亚迪它呢投资比亚迪宣布在大马要新建 CKD 的工厂，占地60万平方，生产电动车。你没有听错，我来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我大概去查了一下，讲到比亚迪它要投资，和大家说一下，比亚迪呢在全球实际上是拥有9个主要的车辆生产基地，但主要呢是位于中国，海外呢目前有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并正在建设新的工厂，比如说匈牙利，这我们一直有听说，那个很快2026年就要量产了。比亚迪目前2025年海外的销售翻倍到了80万辆，还是不错的一个数值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丹绒马林丹中马林的这个 CKD 的工厂呢，2025年8月22日确认它呢刚有说它实际是预计2026年下半年才开始生产，那这个建设的速度可以说也是很快的。预估它的车型涵盖 Seal 和 Adel 3这些热门的电动车型。今年在大马新建的汽车工厂，那么还有哪些？帮助大家来查一下。横向来看，还有像现代2025年6月宣布在吉打建立 CKD 本地组装工厂，第3季度启动，投资额21亿令吉Leapmotor， 它呢也是计划在2025年底要这个投产量很少年产量2400辆的一个项目 Broadon 有长城，有2024年6月已经启动了组装厂在马六甲。 Cherry 2025年2月宣布在呼噜斯兰沃建大型的工厂，年产量是10万辆，那这个是比较可观的。其他的还有说28个车辆制造和组装厂的项目，包括像 Bordeaux Honda 这一些还有 Volvo 也在。讲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还令我当初比较激动的就是2023年10月吉利。当时安华很兴奋，我想吉利也表现得很好，他的董事长李书福亲自给
总理安华写信说要给马来西亚投资100亿令吉啊，合计430亿令吉。我帮大家查过了，到目前为止投资了50亿令吉而已主要是联合开发 Brodon 的汽车高科技股 Automotive High Tech Valley 制造基地以及那一些项目投资位于 Baham 和 Tanjung Maling 所以很慢这个2年过去了才投了1/10%11%这样子。这个让我想到一个笑话这个大熊笨笨的，老师跟他说，我给你90块钱，你再去找胖虎要10块钱，那么你有几块钱啊？大熊说0。老师说你一点都不懂数学。谁知道大熊跟老师说你一点都不懂胖虎。这个企业家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精一点。那我们看到特斯拉2023年也表示有意在马来西亚投资，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是1350万美元这个当初就已经知道是这样了，投资用于充电的基础设施。所以特斯拉可能是所谓来它是没有来，它是假假的来它在大马的开始销售电动车，这我们是有看到好，这个呢是今天呢是带给大家的一些新闻祝愿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和周末。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来，也欢迎您点赞、转发、打赏支持或者让我们的网站看一下。Thank you， 好，拜拜。